在山西河津的大山绝壁之上，竟悬挂着一座小房子，它凌空而立，脚下便是万丈深渊，光是看着就让人双腿发软。它就是被誉为晋南悬空寺的江山庙，始建于明代。这里还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：樵夫刘居正上山砍柴，偶遇仙人对弈，他在观棋中误食仙桃，等下山归家才发现世间已过60年，最终他重返山巅，在此作画成仙，江山庙也因此得名。想亲眼一睹他的真容并不容易，需徒步3小时崎岖山路，惊险又刺激。即便如此，仍有人不远千里，只为一睹他的真容。在近1000米高的悬崖绝壁之上，古人是如何建成这座寺庙的？今天就跟着镜头，我们一起上去一探究竟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，我是阿乐。今天我来到山西河津的大山里面，那座悬挂在绝壁上的小房子啊，它就在我身后的大山之上。但是我们想要抵达那里呢，最少要徒步3个小时的时间。今天呢，我就花上1整天的时间了，带大家上去一探究竟。现在我们走了差不多快半个小时了，已经气喘吁吁了，还沼泽了，就在山林之上。我们要从这边绕过去啊，然后再横着过去。这段路呢还是比较好走的，这上面呢有果园，但这条路呢车是开不上来的，摩托车跟3轮车应该是能上来。所以说，我们就只能全程徒步上去了。你们看，这山上全是开的这种白色的小花，非常的漂亮啊。这边这些山呢，这些树叶有一部分都已经发芽了。今天的天气也是比较好啊，适合爬山。继续冲吧，看看能不能早一点到。这个路啊，被踩得特别的光滑，这个地方每天都有很多人上来，就为了上去看一看。哇，这里满山都是小花。哎呦，这个花紫色的，这是什么花呀？还挺漂亮的哦。你们看这些山，真的非常的陡峭啊。对面山也是光秃秃的。看起来寸草不生了，只不过它也是有树木杂草的，只是这些树啊，它长不大。我们一路走上来了，它都是有箭头的，然后现在从这里爬上去，然后走到这个位置啊，就没有路了，我们要翻过这些石头，就比较难走了。哎呦！哎呦，走到这里啊，我看它上面写的有3个字“迎客松”。我们来看看，迎客松在哪里呢？我没看到有啊，难道是这一棵树吗？看起来不像啊。哦。是不是在上面呢？我们上去看一看。哎呦，这棵树也是开花了。哇，这个花香好浓郁啊！真的，你都不用靠近，就能闻到它的花香味道。迎客松不会说它就是这棵吧？但是周围没有树了呀，或者就是这棵。我们要从这里爬上去啊，但是对面好像也有一条路哎，这个地方好像也是经常有人走。对，路就在这里，我看到上面有人下来了。我们看看这里能不能上去啊？但是看这个路啊，经常有人走的，应该是可以的吧。好，我们上去。你们看，这些石头已经被踩踏的非常的光滑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哦，哇，这个地方也太窄了。你们看这些石头边上都已经被磨得很光滑，看来经常有人往这上面爬。
它这个石头应该是稳固的吧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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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来了，哦，有惊无险的上来了。其实下面有一条路的，但是那条路呢，就要多走一会儿。这个地方我们是抄到极尽了，然后垂直上来的。哇！你还别说，北方的这种山我还挺喜欢的，感觉别有一番风景了。在南方那些山上啊，全是高大的树木，什么都看不到。这个地方的话，它就比较秃，能看出它这种山的地貌。哦，前面的路呢是越来越难走了。这个山还是比较陡峭的，真的是满山遍野的全是野花。哎呦，春天的感觉真的太爽了。然后现在就走到最难走的一段路了，从这里往上面爬。它的两边呢有这个铁链，可以作为这个扶手、护栏，我们可以上去。但这个路啊是真的不好走啊。然后这里啊还有写的有字，回心石。然后走在这里啊，要是后悔了不敢走了，然后就可以掉头，然后从这里下山了。这个地方称为天梯。这个路啊，说实话，要是边上没这个铁链啊，走起来还真的挺吓人的。我们来看看我上来的地方啊，从底下那里有一个停车场，就是很多房子那里走过来的，看着没有多远了，它弯弯绕绕的走了差不多1个多小时。哎呦，你们看，刚才我上来这条路非常的陡峭，走吧。哎呦，这个路在哪里啊？你们看，这里有一个箭头，从这里爬上去吗？还是这里横着过去？这个地方都没路啊！哎呦，哇，从这里上去，这个路啊真的是不好走啊。它这个路啊，下面全是这种乱石，踩在上面还有点硌脚。哎呦，我们跟着这个箭头，慢慢的走吧。哎呦，我手啊扶在这个岩壁上，就能感觉到上面有汗水，所以他们上来的时候都会扶着这个岩壁走。哎呦，然后这里有箭头，跟着箭头往上走啊。这一段路应该是最难走的了，因为它这里也没有护栏。这个地方年纪大了，跟小孩还上不来了。哎呦，啊，我的天哪！我们来看这一段路啊，你可以说它没路，你可以说它有很多条路啊，因为这些啊都可以走，你想走哪一条就走哪一条。哎呦，太陡峭了这里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个走几步那就受不了了，歇一会儿吧。你们看这个路，太陡了。
我们来站在这最高点，看看下方。哇，我的天呐！站在这个地方，腿真的有一点打软软，在发抖啊。但是我离得比较远啊。哦，太壮观了。哦，这里就是山西河津市。你们看下面啊，非常的平坦，密密麻麻的房子。这个路啊，这么难走，每天还有那么多人来，真的也是觉得不可思议啊。主要是这上面的风光太好了啊！哇，我们来这个位置看看，你们看，这下面全是花，好漂亮啊！可能在这个相机里面看不清楚，但是这整座山啊，全是这种小花，白色的。哎呦，我的天呐！哎呦，这个路，哦，舒服，这个风真的吹得太让人舒服了。朋友们，终于快到了，就在前方的绝壁之上。哎呦，我走了2个多小时吧，因为我是拍视频嘛，慢慢的走的，走快一点的话，应该2个小时左右吧就能上来。我走了差不多3个小时，因为这里走过去应该还需要20-30分钟吧。走吧，但是这个路啊，说实话是真的难走啊，从山脚下走上来，越往上面走越难走。哎呦，朋友们，终于到了，就在这里。现在横着走了，终于不用爬山了。走了差不多2个多小时吧，还不到3个小时。哎呦，哎呦，我们终于到了啊！这边上也是有这种铁质的护栏，这边堆放了很多的钢管，但是已经锈迹斑斑了。应该是这边的护栏它会定期的维护，然后感觉上锈了，然后就给它换掉。这上面呢是一座庙宇，它叫江山庙，是历史建筑，有几百年的历史了。你们看这边全是靠这一石块啊、砖头堆起来的，上方这一是青瓦。我们来看看这边，这里有一个小神龛，我们来看看供奉的是谁。这一尊是观音菩萨。然后我们看这边，这里是干嘛的？这里面放了很多的鞭炮，这应该是那些善男信女啊，他们来此地放的鞭炮。这上面搭的是木板，边上全是这种石块啊、砖头，然后垒起来的。这后面呢还有一个小山洞，堆放了很多的杂物啊。现在我们到这里面来看看，哎呦，这上面挂满了很多红灯笼。你们看地上这些砖块已经发亮了啊！这个地方是烧香的，看起来有些年头了。它底下这一半是悬空的，这边上有这种护栏，我们还是不要靠边上，因为边上真的很吓人啊。我们把这个相机然后伸到外面去看一看吧。哎呦，很高啊这里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江山庙的简介。我们大概看一下啊，它是明朝所建，然后清朝同治8年，然后重修过。下面呢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。然后我们到里面来看看，这边上挂了很多的锦旗，这些锦旗应该是那些善男信女啊，他们来此许愿，然后领验了之后来送上的锦旗。这里面供奉的是玉皇大帝。玉皇大帝就是我们口中所说的老天爷啊，他掌管3界。你们看这个香火非常的鼎盛啊，这上面已经被熏得很黑了，
而且已经在流油了。好，我们再到这边去看看。这边呢，它还有一个小山洞。这个位置呢，就是那2位老神仙呢在此下棋。然后这一位呢，就是樵夫了。有没有看？他们下的是围棋，这一局棋还没下完呢。然后后面呢，这个地方也是摆放了很多的小神像。还有一些鲜花，这边堆放了一些杂物啊。这是一个天然的山洞，这边上是靠这种石块然后垒起来的。这个位置也是香火很鼎盛，你们看这个香灰都已经溢出来了。这上面还有一个太阳能灯，这顶上也是在流油啊，你们看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外面。到这边的话，就到尽头了。这上面也是绝壁，但是没有多高了，这顶上就是山顶了。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已经到山顶了。你们看这边上还有很多木桩子，这个木桩子呢，就是以前古建筑留下来的，因为它以前插的是木桩子嘛，这底下这一半是悬空的，因此呢，这个地方也被称为悬空寺。这些砖头呢，也是后来修复的。老建筑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。朋友们，这个地方呢，现在我就看完了。它的上方是一座庙宇，叫江山庙，它始建于明朝时期，距今有几百年的历史了。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，就是有一位樵夫在此地作画成仙，因此呢，这个地方的香火啊非常的鼎盛。有人呢不远千里来到这个地方，就只为看上一眼。今天呢，阿乐也在此祝愿大家平安健康，好运连连。好，今天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